你知道除了参加跳岛一日游行程之外，还有哪边可以去浮潜吗？不知道没关系，收看 Kimi 握握手。今天呢，来到向岛卡贝的这一区，从岸边这边看出去，最短500公尺，最长3公里的距离，可以看到5个无人岛哦。所以我们就连续划了3天的独木舟，到这5个无人岛上去浮潜。究竟在哪个无人岛上最适合浮潜呢？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到达无人岛了。找个地方停。提出21 minutes。21分钟，划1.5公里。无人岛上的海滩比较清澈超清楚。这边有一艘船划来无人岛钓鱼。他准备下去浮潜了。现在呢，要从这个无人岛再滑到另外一个无人岛。现在滑向前面的这个岛，不知道这个岛上有没有海滩的地方可以停船。旁边还有3个小岛。这是刚刚海滩上有大石头，海水很清澈的岛。到了。不过这个岛看起来好像没有可以停船的地方。这里的石头还蛮大颗的，他记得船不要撞到，容易翻船。这个岛上没有可以停船的地方，这个岩石还蛮美的。到另外一面看，也是没有停船的地方。这个岛四周都没有停船的地方，都是大石头。快到了。真岛，在无人岛上野餐。我们现在在无人岛上，然后野餐吃到一半，竟然下大雨。雨什么时候才要停啊？现在身上的湿是被大暴雨淋完美的哒哒。雨停了，终于。独木舟里面积太多雨水了。
下完大暴雨，水里变得很糊，超难看见鱼。水里还是一样超级模糊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登岛！花了大概快1个小时，滑了3.7公里。登上另外一座无人岛，水超清澈。带着零食到无人岛上野餐，吃完要记得把垃圾都带走哦。不用特别游到非常深，他们就在岸的旁边而已，可以在这边浮潜，看超多鱼的。以上呢就是划独木舟划到饱，划到5个无人小岛上的浮潜影片。下次不想要人挤人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划独木舟到无人岛上浮潜哦。你们有去其他国家浮潜的经验吗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After kayak, what do you want to say? 那 Kimi 握手，下个礼拜6见喽，拜拜。